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爱换不了，所以无可救药。多少人在结束后用遗憾寻找，梦抓不到，所以谁都想要，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以为一切得到，却不知在往必绕，失去和拥有，谁能分辨得好？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最华丽的情调比不上那微笑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。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世界为你而绕？最单纯的感动，却忘了去寻找，拥有了世界，却输掉拥抱。有什么值得炫耀？爸，念青，老爸不请自来，不会把我赶出去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还担心请不到你这个大忙人。什么话？女儿创业，做父亲的当然要来支持一下了。哎，这地方不错，是小了一点，可是是刚装修的，稍微改一改就能用了。这几天我忙着请律师，也到别的律师楼挖角。看来我女儿果真要干一番事业了。我不希望老是让爸为我担心。好女儿。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，爸，你跟我来。爸，你看，我办公室隔两条街就有那么传统的糕饼店，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爸常买给我吃的。没错没错，你还记得啊？当然记得，爸知道我最喜欢吃贡糖，所以每次都买一大包给我，叫我偷偷收着慢慢吃，不要让妈咪知道。要是让你妈知道了，我们父女俩难逃她唠叨。我买给你吃。好。爸，程峰，回来的正是时候。你妹妹买了些糕点给我吃，你一起尝尝。爸，你见到妹妹了？是啊，她租了间办公楼，我过去看看她。她这次啊，像是真的有心要做点事情了。还拉我到附近的一间糕饼店买了这些，真有心啊！都是你们小时候爱吃的，吃吧。爸，到了苏珊打给我，谈起了妹妹的病情。是不是说你妹妹病情有进展啊？你眼光不错，这个医生很出色。不，他说妹妹的病情相当的复杂。什么意思？他说妹妹患上人格分裂，她的人格会随着环境遭遇而改变，可能分裂成2种或是很多种，时而温柔，时而狂暴。如果情况不受到控制的话，相当的危险。所以医生建议把她送去精神病医院。开什么玩笑！你妹妹好端端的，刚才兴高采烈陪我去买这些糕点，还跟我讲小时候的事情。这狗屁医生，他懂个屁！爸，你也应该感觉到，妹妹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，时而乖顺，时而狂暴。女孩子嘛，哪有几个不任性的？再说你妹妹从小失去妈妈，任性一点情有可原。这就叫人格分裂。
那我也是人格分裂。那个狗屁医生，换了他。爸，为了妹妹，我们应该相信医生的判断。我相信，除非我死了。就算我死了，谁要敢把我女儿送进精神病院，我会从坟墓里爬出来，我要她的命。涉嫌导致这起事故的货车司机是名30余岁的王姓男子，他当场被警方逮捕。王志良被控醉酒驾车以及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，法官判他入狱18个月。这起意外事故导致3死1伤，伤者13岁女生汤颖，目前仍昏迷不醒。真巧啊，在这里碰到你。我在准备一篇论文，所以常来图书馆找资料。你呢？我来读书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发现你在看一篇关于车祸的新闻。对不起，我是在无意中看到的。没关系。是不是那篇新闻勾起你不愉快的往事？我是不是话太多了？我家人在那起车祸中去世了。我听你说过这件事，是很久以前的事吗13年了。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你还是忘不了这件事吗？有些事是想忘也忘不了的。他怎么会跟杨振峰在一起？Vivian Lim 透露，Jane 出事前与他在一起，他并没有发现Jane有任何异常之处。Vivian Lim， 过去的阴影会影响你接下来的人生。
只有敞开心胸，把过去的不愉快全部说出来，才能摆脱烦恼。我叫 Chris， 大学老师念不完，令教授头痛不已的心理系问题大学生。愿意和我交个朋友吗？哎，我先郑重声明啊，这绝对不是追求女孩子的烂招数。那朋友，能不能听听我的故事？在我小的时候，大概是13、14岁的时候，妈妈就离开了我，爸爸把我和妹妹带到了外地。那是个地狱般的地方，在那里，年少的我看到了很多震撼的事。我看到了杀人，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，一个人杀掉一个人，一个人也能杀掉很多人，为了金钱，为了地盘，为了女人。我从刚开始的震撼，慢慢变得麻木。你以为我在说电影的情节？不，那都是真的。你看，我这只手臂就是被别人用刀砍下来的，半只手臂掉在我的面前，我只是为了救我的妹妹，保护她不被侵犯。没想到那个家伙把我的手臂都砍了下来。但是现在想想，我还是幸运的。如果当时他拿的不是刀，是枪的话，我看就不止半只手臂了。我先把伤口的血止住，然后拿起了断臂，叫我妹妹去找所有的冰，然后把手臂塞进了冰桶里面，提着桶就跑去医院。我真的是超幸运，我碰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科医生，他又把我的手臂又接了回去。你看，这可不是机械手臂。过去的阴暗面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只有把它摊开来，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地和你讲故事。这也是我多年之后才能领悟到的。现在和你分享。谢谢你。那现在轮到你敞开心扉了。我是那起车祸唯一的生还者，但是我却在医院躺了将近13年。13年？我也是不久前才醒过来的。可是，我发现我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了。你是说你在昏睡中继续成长？我听过这种案例，在外国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，没想到你也有这样的经历。我慢慢记起那天的事，怀疑我爹地、妈咪还有哥哥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的。谢谢你 ，Chris。我也要谢谢你做我的心理治疗师。我决定，我要帮你查出真相，揭开你家人死的谜团。真的吗？谢谢你相信我。你放心吧，真相一定会揭开的。再见。再见。不错，真相一定会被揭开的。那也是你非死不可的时候。汤颖，我怎么会那么仁慈让你不死？我只不过是留你多活些日子，不让你死得不明不白。我要慢慢的折磨你，让你死得更痛苦，那才是真正的报仇。嗨。忘了带钥匙啊？不是，我是在等你。等我。我是想跟你说，刚才送你回来那个男生，小心他。啊？小心那位男生。
找了一个高手来陪你练拳，他曾经是个泰拳冠军哦。Tali cuma madai, bisu nongkrang, alom liao, yang para pada tekwa。我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。你说像我这样的小白脸，一拳就可以打倒我，然后我们就去开房。不用这么麻烦，节约点时间。我会打死你的哦！就怕你没有这个本事。嘿！别笑了，你快回答我！哎呀，你真的是急死我了！你快回答我啊！你同意吧？我求婚成功了！我要这个女人做我的妻子！他本来应该是没事的，但是你却爱上了他，他就得死。我要你知道，失去心爱的人是什么滋味。你敢动他，即使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抓出来。你没有机会了，因为今天也是你的死期呀！再打他就死了！泰拳王，什么年代的？跟我走！哎呀！爸，知道了。下车！你什么意思？半路赶人下车？你是不是男人的？下车，38。给钱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也没有白拿的钱。啊！你哪里？最好全家死光光！可以叫我去死，但是你不能叫我全家死光光！大婆，跟我去死！爸，那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得到消息，国王疾病住了医院，看来凶多吉少。那继承王位的人选定了吗？国王刚下了指示，任命苏塔王子为摄政王。苏塔？怎么会是个花花公子啊？凡事都在你的意料当中，就不好玩了。爸，看来我们下错注了。我们把钱都投在大王子苏甲身上，没想到继承王位的却是苏塔。不，注没有下错。苏甲在军方很有影响力，国王一死，难免权力斗争，鹿死谁手很难说。不过，我们也要早做打算。你的意思是苏塔？你准备一下，跟我出趟海。杨先生，欢迎，欢迎。
今晚所要的贵宾非富则贵，每人规定换5000万的筹码，1晚输赢3亿5千万。杨先生，请。好。树头王子的直升机到了，我得前去迎接，失陪了。周峰啊，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今晚的这些客人你都认识吗？爸，你也知道我不打没把握的仗，他们的底细我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哦，秦东浩，地产大亨，是个阴险狡猾的老狐狸。Tony Liu，股市大鳄，精明刁钻，世人不吐骨头。郭台成，大富豪，心狠手辣，好色成性。Michelle， 爱丽丝集团总裁，掌管全球120家酒店，眼光独到。这几位贵宾是我今晚特别邀请来的。这位是郭台昌先生。哎，哈哈，原来鼎鼎大名的珠宝走私犯、杀人不眨眼的杨天威也在这里啊！我是杨天威，也好，殿下。行了行了，你们父子俩钱多得很，今晚的赌局有点看头。前2天我去祝贺殿下您当上摄政王，您可是贵人事忙啊。你是我大哥的人，我哪里敢贸然接见呢？万一我大哥不痛快的话，怎么办呢？何况父王还在生病，一切以父王为重。赌局可以开始了吧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Tony 先生，请下注。20万。300万。想看前面3张牌，压300万就有的看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不，堂堂一个地产大亨，这么没胆的哦！米雪小姐，你跟不跟？不入狐蟹，焉得虎子？Follow。既然美女这么说了，我跟。我也跟300万。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，我们来玩大一点，600万。让我想一想。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千万别看她的眼睛。知道她厉害了吧？这个女人，她会巫术。杨先生，到你了。好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我胆子小，就不冒这个险了。不跟了。殿下，各位，慢慢玩，失陪。那个，请来的朋友啊，胆子未免太小。你的牌那么好，为什么不跟下去？而已就被吓跑了，叫他吃金风散。可以开前3张牌了。钱，让你交。好啊，那我就1000万。这讲话，他得意不了多久。可是他死活身权在握。
他的牌是不错，可是苏塔王子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否1000万，再加1000万，总共2000万。 2000万看一张牌不值得。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对手，我当然跟啊。开牌。我先生，你决定是？要玩呢，就玩得刺激点，我不会让你看下一张牌的啊。All in 啊！第一局就 all in， 现在只剩你和我，我也要好好想一想。这么一点点钱还要想啊？什么王子公主的，还不就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小地方？我郭某人啊，可是地方上的皇帝耶！啊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皇上。当皇帝才过瘾，什么王子公主，靠边站，靠边站！王子，你的决定是 all in。来看最后一张牌了。郭先生，请先底牌。郭先生，郭先生，请先底牌。 我真是输了，这么烂的牌，害我输那么多钱，我恨死你！苏塔王子获胜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看看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我的牌啊！ 哎，我的牌呢？我的黑桃 S 呢？郭先生，你刚把自己的底牌吞了下去。不可能的，你开玩笑！我这么好的牌，我吞下去。郭先生，我看你是喝多了，不如你先休息一下吧。哼，你和他勾结，你们狼狈为奸，要骗我的钱。郭先生，你去客房休息吧。放开我！你老千，大老千！有人到！保护苏塔王子。 快来，快来！杨先生，救救我！如果让父王知道他病危时我在赌船被绑架，我这个狮子王就不用干了。放心吧，殿下，我们会保证你安全的。带他们从那边走。走。你们有没有事？
现了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是吗？殿下，殿下，快从那边走！阵法杀，一个不留！殿下，安全了。好，杨先生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父子俩的。如果我当了国王，你们来到我国家，保证你们通行无阻。谢谢殿下。爸，这次海盗的袭击，好像都在你的预料之中啊。果然瞒不过你的眼睛。没错，是我把消息告诉他们。那几个海盗不过只是乌合之众，平时以打鱼为生，有了目标了就做海盗。我曾经为了躲避仇家追杀，在那个小渔村躲过一阵子，认识那里的地头蛇。但是我们杀了好几个人。哈，那几个小海盗算什么？他们绑走的那些大肥鱼啊，单赎金就够他们吃几辈子了。我们输掉的也会连本带利的回到我们口袋。那看来大获全胜的是我们。大获全胜，啊！哈哈。我是 Vivian， 你找我吗？你好。你好。我想请教你几个关于 Jane 的问题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想不起 Jane 出事前有什么异常。她留在我那里的东西也全交给她母亲了。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？我只能眼巴巴看着望连走，杨天伟父子逍遥法外。我所失去的一切，难道就这样一了百了？谁能还我一个公道？司徒东城。周。我叫周杰明，你的。这空罐是你丢的，周杰明看见了。空罐不能丢在这里，要丢到垃圾分类桶，上面写着 CAN can。如果你没有空，周杰明可以帮你丢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自己来吧。你又独自出来旅行了？周杰明，周杰明，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们认识的？我就住在他家。周杰明，快回去吧，太阳快下山了。小颖看。看什么？小颖看见了吗？司徒东城看见了吗？没看见啊。看得见了，看得见了。用心看就看得见了。彻底的忘记他，你心中最爱的他。雅丽娜，我的心是看不透的。
春丽，你要用电脑啊？我现在马上让给你。找你的是个男的，而且声音很有魅力哦。还好是我听，换成是我老爸老妈早就挂电话了。我啊，最讲民主跟人权了。那，喂，是你啊？你在楼下？现在？跑车，俊男，完了！完蛋了！老哥，完蛋了！你的情敌杀上门了。11点，睡觉时间到了，周杰明要睡觉了。Oh my god！ 生死关头你还睡得着？老哥，快点起来！你的情敌已经……睡觉时间到了，周杰明要睡觉了，妹妹晚安。我真的是服了你啊！哟。真的跟他走了，哎呦，这真的是完蛋了。对不起，那么晚找你出来，我很希望你可以陪陪我。Chris， 你怎么啦？没事，我没事。你说过，把不愉快的事说出来是解决困扰的唯一办法。你可以把困扰你的事告诉我吗？不，我不想说这件事，我只想把它永远的留在我的心底。别再喝了！你叫我出来不是看你喝酒的。我真的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。所以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再离开我了。你醒啦？什么时候了？天亮了。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我看你醉得很厉害，不放心丢下你一个人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不过你好像把我当成了一个叫素英的女孩子。是吗？
我先送你回家吧。啊？怎么了？脚麻了。对不起啊。Grace， 你能够告诉我，那个叫苏英的女孩子怎么样了吗？死了。妹妹。你在干什么啊？快上来！你以为我又要闹自杀？你昨晚去了哪里啊？我打了一整晚的电话，你都没接。手机没电了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昨天是素英的忌日，我担心你。我好得很。你到现在还是认定素英是你害死的？是，素英是我害死的。可是导致我害死她的人是汤耀祖，要不是汤耀祖出卖爸爸，要不是汤耀祖勾引妈妈，我们一家人根本不会被拆散，我们也不会被送到那个地方去。我就不认识素英，那她就不用死那么凄惨了。结束了。汤耀祖一家不是死了吗？你不是连他昏睡醒来的女儿都杀了吗？一切都结束了。结束？不，还没有。